少年偶然得一绝世神书，苦修30载，已然觉得自己有移山填海之力。下山游历，却在街边小摊看到了一本与绝世神书一模一样的书册。打听得知，此书在坊间只不过是一本小说传记。不相信的少年买下书册，再度枯坐20载。他恍若神游天地，只觉万物寂寥。在他醒来的那刻，身形几乎完全虚幻透明，仿佛随时都要烟消云散。弥留之际，一缕缕红烟气交织在虚幻的躯体上，让其再度凝实。他将这股烟气命为红尘气，准备再度下山探寻红尘气与所修的神书有何关联。鲜有书生来此地饮茶，先生是第一个，请先生喝杯茶，也是想给自家未出世的孩子沾沾文气。老板客气了。夫君，我肚子疼。这还没到产子的日子呀，大夫，我去叫大夫。憨实的丈夫，体贴的妻子，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，这一家本应是幸福的，谁曾想这天不遂人愿，怀孕的女子早产了。无论是哪朝哪代，早产若是一个不慎，那下场便是一尸两命。老板，我有个法子能保住夫人怀中的胎儿，简其言之，只能保其一。保大人，恩人保大人，保大人啊！多谢恩人。夏宁安没想到的是，怀胎女子以凡人之躯，在生命尽头用出了近乎术法的手段，掐灭了自身的生机，来挽救自己的孩子。最终，孩子保住了，是个女娃，乃名小三花，取自其母特爱的三花猫。先生，外面雨大，你还是先进屋来吧。此地不好找大夫，染了风寒，很难受得急。一声轻唤，打破了夏宁安的追忆。渐渐的，记忆中那坚毅母亲的身形与眼前之人缓缓重合在一起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当年的小三花，如今已经长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内心感慨了一句，夏宁安带着长辈看晚辈的眼神，冲着女子点了点头。先生请慢用。吴姑娘请留步。先生，我们可曾见过？对于夏宁安，吴姑娘的第一感觉就是熟悉，所以她才会主动唤对方入茶社来。见过的，很早之前就见过。难怪我看先生那么熟悉。我们是何时见过的？你如今多大了？小女子今年23。23？那我们便是在22年余半年前见过。难道我们是青梅竹马？可是不对，我记事算早，儿时的我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玩伴，我爹也没有提起过。你误会了，我所言乃是当下的我曾见过儿时数个月大的你，你也是在那时对我留下印象。茶烫，先生慢用。你看上去不会也与我一般大，还说什么22年前就见过我，简直满口胡言。果然爹爹说的没错，义俊的男人愈会胡言乱语。小三花，小三花这个乃名，除去他爹之外，再无别人知晓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知晓我的小名？我刚才不是说过，你数个月大的时候我就见过你吗？细想来，我也抱过你不少次。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得知我的小名，但我可以肯定，你一定与那些公子哥一般，对我图谋不轨。哎呀，嘿嘿，论起来，你最少称我一声叔。对了，你爹得的风寒，用你头上的茶枝一端泡入开水中，让其饮下便可痊愈。吴姑娘那对桃花眼泛着晶莹，这一刻的她，感觉自己在这位先生面前没有一点秘密可言。哼！爹爹给的这茶汁说是重要之物，却没说有将水变色的功效呀。怎么那么早就过来了？外头不是在下雨吗？爹，你坐起来作甚？万一再受凉了怎么办？这味道。爹，你怎的？爹爹，你怎么不问问这是何物就喝呀？哈哈哈！莫慌，虾先生来了，爹要亲自炒茶，你去外面招待一番虾先生。若他已走，那就守着茶社，这几日茶社就不打烊了。虾先生，莫非外面的俊先生正是爹爹等了数十年的大先生？可那模样明明也不过20来岁的年岁。叽叽咕咕的在磨蹭什么呢？快去啊！虾先生，方才是小女子失礼了，还望先生勿怪。无事，找我有事吗？虾先生，你是仙人吗？不是。那你的容貌为何20余年过去，你仍旧如此年轻？
我虽非仙人，却略通术法，自是看上去年轻些。先生既然见过儿时的我，那你见过我娘亲吗？见过。真的？我爹说他是世上最坚毅的人，可我如何问他？他都不愿告诉我，为何要如此形容娘亲？先生知道吗？吴掌柜不说，自然有他不说的道理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娘是世上最坚毅、最爱你的人。爹也不愿意说。先生你也是，这究竟是为何？3日后是你的诞辰，我送你个礼物。先生不必破费，我胭脂水粉什么也不缺。3日后，你早上辰时起来吃一碗长寿面，吃过之后晚上有时3刻睡下。先生，这礼物是指何物？按我说的做，你便能收到礼物。说话间，夏宁安顿觉掌心发热。当他抬掌一看之时，竟见一缕红尘气不知何事萦绕于其掌间。茶炒好了，我去寻吴掌柜。长寿面有13克。奇了怪了，以往这莫说8圈5圈就该到了。什么8圈5圈的？你是在炒茶还是在推牌九？夏先生，怎的？莫跟我说小三花那爱哭的性子是随你的。爹，谁让你过来的？外头还那么多客人，赶紧出去招呼。我不喊你，不准打搅我与先生叙旧。哼！我说老吴，这回哄小三花可要你哄一阵子了。少年枯坐50载，只为求得民间修之无用，而将其当作无趣小说的话本，却不曾想苦修50年，竟得一缕缕红尘烟气缠身。他也因此踏入凡尘，寻那缥缈的烟缕红尘。当年就是这个味。本有些紧张的吴掌柜见状，心中那一丝凡仙有别，理存敬意的感觉，在刹那间烟消云散。茶香味浓，入口回甘，恍若乍暖还春。好，先生能到陋舍来饮茶，属实是让吴某肚子里都多了些墨水。怎的？你这炒茶钱可刚喝了我2两墨，如今再提，莫不是还想喝？先生的墨金贵，喝一次已是荣幸，哪能始终讨要？就是我家这闺女，过几日便是诞辰，她儿时体弱，有幸喝过您的墨茶，如今这长大了，不知有没有福分，再讨一杯来补补身子。说到这，吴掌柜已是老脸通红。小三花因早产，出生时不过4斤，从小也没有母乳喝，若不是小时喝过夏宁安的墨茶，多半是要夭折的。我说老吴，你如今不仅年纪大了，脸皮也是厚了不少。小三花的诞辰，我自有东西送她。至于墨茶，喝一次有用，喝多了就没用了。嘿嘿，怎的？你莫非以为我是小气？不是，先生大气，先生向来大气。你老站着做甚？过来给我讲讲这些年你在这茶社听到的趣闻妙事。要是讲得好，这墨茶倒也不是不能给。庭外的雨势渐小，茶社内那些性子急的行脚商都已经往外走去。而小三花的心思早已飘到亭子里。也不知道爹爹和虾先生的说些什么。所谓道途，其中记载的内容不是修习之法，而是一个似仙非仙之人游历江湖的故事，所以被称为是话本小说，是不足为奇的。这一丝红尘气调动起来，比1万斤巨石还要吃力。话本小说能修习，说出去恐怕要让人以为自己得了癔症。这一次的调动红尘气，夏宁安意识到此缕烟若用于杀法，杀伤力是无比可怖的。好了，不必远送，多保重身子，年纪大了，该让小三花操练了。你这手艺，将来不还是得传给他？知道了，夏先生，一路顺风，路过一定进来喝杯茶。我这别的没有，茶水管够。夏先生，我叫吴兰，别再叫我小名了。爹，夏先生又打我，第2次了。夏先生打你自然打得对，人家叫你小三花合情合理，你赶紧跟夏先生道别，莫耽误了先生的行程。爹，夏先生一路平安。走了。爹，长寿面煮好了吗？快到辰时了。来了，你爹的大作吉祥如意长寿面，趁热吃。一起吃，爹爹要一直陪着我。好，爹也要长寿，要不然可真放心不下你这小三花。吴家父女低头默默地吃着面，二人无言，却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一个想念未曾见过的娘亲，
一个思念失去多年的妻子。还是爹来收吧，今日你是小寿星，多应多劳累。爹，娘亲爱吃煎蛋啊。对，那时候穷，逢年过节夹菜，你娘总说要多煎几个鸡蛋来吃。你跟她一样爱吃焦香的。那么大人了，还哭鼻子，羞不羞啊？走，我们一道把面给你娘亲端去。往日都是我一人去送，今日我们一道去。我来端。小三花，你来啦！第二次被陌生人叫出自己的奶名，小三花显得很平静。也许是眼前之人的身份，在他心里已经呼之欲出了，只是他还不敢说出口，他怕一说出来，梦就醒了。来，娘看看你。有触感，梦里哪来的感觉？我不是在做梦？不，我肯定是在做梦。见小三花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，温婉女子笑着摸了摸小三花脸蛋。别猜了，这就是梦。不过娘也是真正的娘，我们娘俩在梦中相见，就是虾先生送与你我的礼物。娘，你是不是没死？不，你死了。但是虾先生让你活过来了。傻孩子，娘死了也没有活。20多年前，虾先生封存了娘的一丝魂魄，就在你的额头处。虾先生第一次敲你额头的时候，娘的一缕魂魄才逐渐苏醒。还不能够从你的梦中起，我还没有放动受伤的躯体，迫不及待问你是否留下我的足迹，还来不及问风的难怪夏先生要一直敲我额头。娘，为什么爹和夏先生都说你是世界上最坚毅的女人？孩子，当年夏先生让我们选，你爹选我选了你。别看我付出了一条命，看着坚毅，其实留下的哀伤都给到了你和你爹。以我命换你命，娘不后悔。听到这里，小三花已经哭成泪人。她终于明白为何爹和夏宁安都会那么形容她娘，也明白为何爹要骗自己，说娘是病死的。娘，我去求夏先生，他有仙法，说不定能将你复生。傻妮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娘俩能相见已经是天大的福分，切不可贪得无厌。小三花，你明白了吗？娘亲，我知道了。这才是乖妮子。走，咱们去看看你爹这个糟老头子。爹也能见到娘？是啊，多亏了夏先生，今日我们一家人也算是能团聚一回。娘当娘。谁是你娘？我可没有你这么老的儿。爹，你别跟我抢娘。我这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是梦也不是梦，是不是呀？娘。对。好疼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夏先生，谢谢。希望这个礼物你能喜欢，小三花。奇了怪了，这大晚上的，这小孩坐这石头上干啥？荒山野岭，一个小孩悬浮水面，该望于你。若是被常人看去，定要吓得个魂飞魄散。小孩，你被困住了吗？2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般顽皮。先生好。多年未见，你都长这般大了。20年前，夏宁安曾在此处将此鲤鱼放生，顺便赐予了些灵气，现如今已然是开了智。哈，接下娃娃。小孩，你大晚上的为何一个人在这？志同看向夏宁安，两颗瞳孔微微晃动。夏宁安觉得这孩子是想回答他，但好像却说不出来。先生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原来今天是鲤鱼睡过头了，致使这孩子一个人坐在这里。孩子姓胡，鲤鱼只知道认识他的人都叫他痴儿，似乎是因为他做什么事都要慢半拍。鲤鱼某晚在河上戏耍时，这孩子看到他不光不怕，反倒朝着他跑了过来。鲤鱼无奈只得潜入水中。
谁知这孩子竟然也跟着跳进了河里。心善的鲤鱼自然不会放任不管。在那之后，小孩每天都会来河边找鲤鱼，时不时还会带些膏子，好似一人一鱼，真是知心朋友般。你与他相交，我倒是觉得不错，就是下次记得可莫要睡过头了。先生，我知道了。若这孩子在那石块上不慎跌入水中，恰逢你又熟睡，岂不是枉送性命？先生教诲，谨记在心。嘿嘿，好了，我也不是说责怪你，我先送他回去，改日来看你。高色先生，先生，你是仙人吗？不是，你为何要这么问？我听到你在跟那大鱼讲话，那大鱼似乎也听得懂。那只是先生的小术法，能与一些生灵沟通。先生，我想跟你学法术，我不想再做痴儿了。你这娃娃哪能是痴儿？不过我没有收徒的心思，你不过是反应慢些罢了。自己平日里多练练说话和反应，自然没有人再会叫你痴儿。胡痴儿，胡氏你在呢？爷爷来找你了，你听见了就赶过来找爷爷。你爷爷来找你了，去吧。胡氏站在那里莫动，爷爷瞧见你了。你这娃娃大晚上的咋跑到这来了？下次再乱跑，爷爷可非得结结实实揍你一顿。胡老丈，你可得再加上把锁，这胡痴儿不懂事，到时候万一乱跑落到河里咋个整？是啊，这痴儿该收拾的时候也得收拾，棍棒底下出孝子，就是痴儿也是一样。你看给你爷爷急的，下次你再敢偷跑，你爷爷不收拾你，叔叔我也一定会教训你。我遇见仙人了，仙人说我不是痴儿，他说我能变好的。冷不丁的，胡适冒出了两句无比流畅且蕴藏着愤怒的话语。以前只是呆愣的像块石头，今日竟然还说什么见到仙人了，你怕不是要犯癔症了？胡老丈，要不找个道士给痴儿驱邪？一众乡亲都没有搭理胡赤儿的意思，他们都是冲着胡老丈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。好了，今天谢谢大家了，天色也晚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夏宁安自从走出茶社后，便是一路向南，直奔在他20年前游历时掏空家当买的一座宅子。此去得把钱财给结了。俗话说，有遮有还，再遮才不难。天刚蒙蒙亮起，安思小院门外就聚集了不少人。这座沉静20年的小院，似乎迎来了它的主人。昨晚这小院子发出的声响，大伙都听到了吧？奇了个怪了，10几年没人住的房子，昨晚竟有动静，莫非是这院主人回家了？这安思小院原主是不是马三来着？就是那个脸上有个痦子的。不是，那是上一任主人了。上一任主人在这就住了没几个月，我记得他是个儒雅先生。对，老朽记起来了，那时我还请他代我给儿子写过一封家书，那字是真漂亮，老朽这辈子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字。我也记起来了，那时候镇上的媒婆还想着替我跟那位俊先生说亲呢，谁知那先生一日离去后就再没归来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，不过时间实在过去太久，也只能依稀记得些深刻的事情。乡亲们，这座院子的主人是不是当年那个儒雅先生？咱敲开门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各位起得早啊，在下夏宁安。夏一先生。刘屠户正是夏某，你这是认出我来了。夏一先生，你是人是鬼呀？啊，这笔墨字辈，谁还来写啊？你这生意做的真是无本万利。嘿嘿，书生要做生意，好歹的置办点像样的家伙是不是？做生意不能心急，今日若是没有生意，那明日再来便是。捕蛇人来了，快走！快走！咋还有捕蛇人来了？书生你可别坐地下了，谁知那捕蛇人的箩筐里头有没有毒蛇？写字笔墨自备，看相挂金随缘。今日我要出门捕蛇，特来算算此行可否平安。不过书生，你这挂金随缘是何意？看完相，凭你自愿给挂金，若是当下无钱，也可待来日再给。那给1文钱也行了。可以。你这书生倒是有趣。在下孟武，
书生，给我看看。眉间有阴霾，印堂又发黑，胸罩已现。简而言之，你有血光之灾。干捕蛇这一行当的，天天都可能有血光之灾。哎，小书生，你帮我算算我此行是否顺利？有去无回。这位兄台，这书生心直口快，你莫往心里去，你此行一定是顺利，顺利再顺利。你安静些。敢问先生，此等危难可有解法？两条路可选，一是回头路，二是死路之下寻生路。此行我怕是非去不可。敢问先生，这死路下寻生路又是何意？挂不可解禁，若是说全了，你的死路和生路都会变的。但是你记住，遇险之时，生路死路近在咫尺，你能把握住，要解此险易如反掌。近在咫尺，先生，这是何意？届时你自然知晓。好，孟某早前问过3位算卦先生，他们尽说些好话，我虽听得出来，这总觉心神不宁。今日先生虽然没有一句好话，但我却莫名觉得心静了不少。这5两银子算是定金，倘若我寻对了生路，再来奉上重金。时值早春，天还有些凉意，夏宁安穿过大街小巷，寻找着20年前赊了他几顿阳春面的孙婆婆。一碗阳春面加个蛋。好嘞，等一会啊。一身素净合身的衣裳，自打夏宁安第一次见到孙婆婆起，到了20年后也依旧如此。来喽，先生，你吃过我家的阳春面吗？孙婆婆，您不认得我了？这位先生，老婆子我应是没见过你，不知先生贵姓啊？老婆子我再想想看，看能不能记起来。免贵姓虾。姓夏。孙婆婆，记不得就记不得，许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那先生慢用，人老了，年岁大了，我这老婆子不经用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啊，这做面的手艺也得给忘了。从孙婆婆努力回忆时，夏宁安便看穿了孙婆婆的天地人3魂，天地2魂均已浑浊，故而才会出现既不起事的症状。孙婆婆，阳春面一直是20文一碗吗？对，几十年了，一直都卖20文。钱放这了。好，夏先生，这面还和你当年吃的口味一样吗？一如当年。夏先生慢走，有空常来，不掏钱也不打紧，1碗面而已，老婆子我还是请得起。这话一如当年孙婆婆招呼夏宁安来吃面，一字不差。这背影，老婆子我是许见过。娘，那先生给面钱了吗？夏先生将钱摆在碗碟旁了，你去将碗筷一道收来。夏先生，这是一张纸，娘，这哪来的饭钱？不行，我得去把那书生抓回来。吃霸王餐吃到我金馒头上了，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。今晚你给我回来。娘啊，我都说了别出来摆摊了，你非不听。先前被那胡子儿白吃白喝倒也就罢了，现在这书生也来白吃，这是什么事啊？算了算了，人家是读书人，可能是一时困的，将来他有钱了，一定会回来给钱的。将来又是将来，当年那个穷书生不也是在你这赊了快小20顿饭钱？结果呢，现在人去楼空，那院子也不知是不是早就被他卖与旁人了。有吗？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。罢了，就当是破财消灾了。但娘你可得答应我，以后别出来摆摊了，安心在家里头。这纸里有东西，银子有1两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今晚你赶紧帮我去把那先生追回来，他这给的也太多了。娘，你小点声，这钱那先生给你了，就是咱的。况且这人早就走了，我还上哪儿追去？胡说，1碗面该收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娘，这纸上有字，往日共上面19碗，算上今日整20碗，连本带利1两清账，19碗阳春面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20多年前住在恩施小院的那个穷书生。方才吃面的夏先生，是他在咱这赊了19碗面，再加上今日的，也不过400文，要不到1两银子那么多。还有那夏先生看上去不过20来岁，他20多年前又是如何吃咱家面的
20来岁，那个夏书生怎么的也有40来岁了吧？莫非是他的指示？娘，你放心，等会我去安氏小院那边打听打听。好，那若你找到那位先生，可记得将多给的钱退给他。知道的，娘，就您是老好人。重回小院，怎么也得开个火灶热闹热闹。胡氏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门外的志同正是那日在河上坐着的孩子。胡氏张了张嘴巴，憋了半天都没说出话来。不急，进来说吧。你这大晚上的怎么找这来了？我听爷爷与人闲聊说，乡里有一座20多年无人居住的小院，突然来了个人。有人说先生是仙，长生不老，隐居世俗；也有人说先生是鬼，回魂夜回到这家宅来。我一听就觉得那人一定是救了我的先生，所以我才找了过来。你看，其实你能将事情说清楚，也能一口气说完，平时只要稍加练习，就与常人无异，没人再说你是痴儿了。可是，先生，我想拜你为师。上次我不是与你说过了，我不收徒弟。先生，我帮您洗碗吧。哦，去吧，莫要把碗摔了就行。好。老丈，进来吧。夏先生，多谢您前日救了我孙儿。小事不足挂齿，胡老丈请坐。胡氏洗碗怕是要花费些时间。这孩子一天天都在念叨着，说是遇到了个神仙，也不知在哪得知了小院来了个书生，这孩子就笃定是先生您，大半夜偷摸的跑出来了。胡老丈与夏宁安唠嗑时，总会不自觉地瞥向伙房。在他看来，今晚不仅耽误了夏宁安，结果孙儿洗个碗都洗那么久，属实是有些对不住人家。胡老丈，别心急，你家孙儿做事专注认真，所以需要多一些时间也是正常的。夏先生，我洗完了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趁着爷爷睡着偷跑出来的。孩子贪玩是天性，你想去哪爷爷不会拦着，但你不能偷跑，知道了吗？哈，好孩子。夏先生，多谢您指点我家孙儿。我可没做什么，胡氏这孩子只是反应慢，给他些时间就会与常人无异。多谢先生教导。现在可是明白了？我明白了，先生。那就起来吧，不过年不过节，跪什么跪？徒儿胡氏，叩谢先生教导之恩。胡闹，夏先生可没说收你为徒，你还学会顺杆往上爬了，赶紧起来。无妨，胡老丈带着孩子回去歇息吧。被呵斥了的胡氏似乎又变得迟钝起来。他就那么愣愣的看着自己被胡老丈抱走。先生没认我，我才叫先生，但先生不认我，我从先生这得到了指点，自称一声徒儿，也是礼数。刘屠户，您是说那安氏小院里回来的，还真就是当年那个穷书生。当时我就看出夏先生气质不凡，结果你看看，还当真不是个凡人，20多年驻颜不改，若不是我是个屠户，恐怕当场要被吓得尿了裤子。刘屠户，你可真是好生凶猛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马屁就别拍了，你还没跟我说为何要打听这些呢？嗨，我自然就爱听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，您应该了解我啊。这袋面粉拿回去给嫂子做挂面，觉得味道还行的话，找我这个大侄子就行。嘿嘿，好，有什么想知道的，都来问书就成。成，您老留步，我就先走了。时来运转，我老金家飞黄腾达的机会，这不就来了？这位先生，打扰您一下，在下想问问您身上这衣衫是哪一家的手艺？出自一位老裁缝之手，若是他未曾搬铺子的话，应是在这碗市尽头的小巷之中做生意。为您做衣裳的老裁缝可是姓马？正是。先生，最后一问，您可是姓夏？在下是姓夏，不知阁下是？马宏远之子马明才见过夏先生。马宏远，那不是老裁缝的名字。夏先生，我爹千等万等，没能把您等来，没想到今日我竟能在这街上遇见您。你爹等我，他这是。先生，您这身板骨架，穿着粗衫可惜了，我正好有一段清绸，可否替您定做一套衣衫？定做衣衫，我消费不起。您放心，不收您钱，我只是不想糟蹋了那些清绸。马裁缝当时实在太过热情，夏宁安也就给人家当了一回制衣模特，足足花了半月，马裁缝才将衣衫交与夏宁安。好料子，好手艺，那就得有好板子撑着。先生，
我这还有段白绸，您稍等我些时日，我一并把这白绸也做成衣衫。无故收人一件衣衫，夏宁安自然做不出那般白占人家便宜的事情，因此他回了一副牌匾给人家，好手艺3字，字数不多，却蕴含一丝法力，能保得家宅平安，邪祟不侵。你爹走了几年了？整3年07个月。3年多不到4年，也许老马的阴寿尚未耗尽。我记得他还做过一件白衫，只是当时我未在这县里，那件白衫还在吗？我取来试试。还在。先生请。不必客气，紧些时间，我取了白衫，便去看看你爹。当年夏宁安写在牌匾上的好手艺3字蕴含的法力，如今已是荡然无存。先生，这牌匾我们是有好好保养来着，但架不住时间久，牌匾终是要有些变化。不打紧，过些时日我再写一次便是。多谢先生，我这就去取衣衫。好狗不挡道。不对，你不像是狗。你看我像什么？我像是仙吗？嘿嘿，仙可不是你这样的，那得是返璞归真，气质超然，似凡非凡，那才叫仙。这黄皮子是想讨口风的心思啊！不过这老马是喝了多少，连黄皮子都不认得了。马裁缝这么一说，相当于黄皮子没有在他身上讨着口风，也就不能立地成为狐仙，甚至会立刻遭受天道的反噬。你说的那么真，莫不是你真见过仙？见过，也没见过。好好好，你这醉鬼与我说说，这见过也没见过，究竟是怎么个事？这气息萎靡的黄皮子已经起了想好生报复这位裁缝的心思。这我怎么跟你说呢？早知该问虾先生要个画像来着。有了，我家铺子里有仙人的题字，你随我去看看，保准你看过之后便知晓什么是仙人了。本有些怀疑的黄皮子一见着裁缝铺上挂着的题字，吓得顿时跪了下去。字上流转的法力绝对是非仙而不可为。你看仙人写的这题字怎么样？是不是透露着一股子茫然苍生、磅礴大气之意？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小的吧。死亡的恐惧让黄皮子匍匐在地，那字上的法力涌动，隐隐有锁定黄皮子的意思。这一刻他才明白，是有仙人留字于此，庇佑这裁缝不受邪祟侵袭。恢复了，我的道行没事了。多谢仙人救命之恩，今日感谢先生引荐之情，如有机会，定将此恩情还以回报。芸芸众生皆可立于世间，这一丝术法用来救了这黄皮子，倒也不觉可惜。有机会若是能遇上这只黄皮子，倒是能与他聊聊。先生，您在跟我说话吗？不是，这就是那件白衫嘛。是的，先生，这白衫用得上等不了，先生要是穿上针，就与仙人无异了。先生，衣服可还合身？老裁缝的手艺哪有不合身的道理？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去看看你爹。先生，您知道我爹的坟在哪儿吗？不必操心，我能找到你爹。时至戌时，夜色已深，城隍庙的四周一片寂寥。纵然立于庙宇之外，夏宁安亦可嗅到空气中飘荡着的香火气。城隍大人，夏某有事一问，大人可否一见？此人周身无邪祟气，无妖魔气，无孽障，如此纯心之人，实属少见。能是法力的，怎么可能是人？先生，还请进来说话。在下夏宁安，家住安思小院。听到夏宁安住在安思小院，3位主官的脸上皆是露出了动容之色。早年间曾有日巡游去记录每户的神魂像阳寿，但每次路过安思小院都奇怪地忘了这事。直到城隍某一次查看公过测试，才发现安思小院户主的信息一直是空缺着的。现如今这当年的黑户夜访又身怀法力，如何不让这3位主官惊诧？夏先生，不知今日到访所为何事？
县里那家裁缝铺中的老裁缝，乃是我的故人。当时我等曾有约定相见，但奈何时不待我。我回来之后，其阳间身已故去。我这次来是想看看他阴寿是否耗尽，若是其阴寿未曾耗尽，能否劳烦大人通融一番，让我与他见上一面？城隍大人，您肩头与万口处的魔焰从何而来？诸位别紧张，我若是与那魔修是一伙的，又何必当场点破城隍大人自演的障眼法呢？夏先生说的有理，先生能看穿我的障眼法，证明先生修为在我之上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厚着脸皮一问，先生可有消除这魔焰的方法？你这魔焰还不速速从别人体内消失？魔意纯粹，焰火近乎不灭，有意思。这魔也没了，可还有魔意侵蚀的不是？畅快，多谢先生。这侵扰了我数月的魔焰，如今总算是根除了。夏先生，马裁缝如今还剩下5个月的阴寿，他与您生前有什么过节，还望您莫要多计较。马裁缝是我早年间的凡尘故友，近几日我回到县里才知晓，老马在3年前已然故去，这才前来向城隍大人请求见上一面。夏先生，您可别叫我大人，在下姓徐名宋秋，您叫我姓名便可。先生请，我这就让徐游告知马裁缝。等等，坐我的车去吧。你换新车了？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买的奔驰，才花了5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车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这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夏先生，嘿嘿，还真是您。老马，许久不见。没错，衣裳正合身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先生的身子骨是一点变化都没有。见到我，你许是没那么惊讶了。如今我也算是这县城隍阴司的裁缝匠了，懂得自然是比凡俗识多得多了。自打我了解到这世上真有仙人之后，我就笃定先生定然会来寻我。你这性子倒是与当年一样，难怪徐城隍要探查我的来意，合着是怕你这裁缝匠没了，无人给他们制衣。此生生前能为仙人作揖，死后又能为鬼神治社，此生无憾，此生啊，过得精彩。行了，左一句仙，右一句仙，听着别扭。你这阴寿不足半载，可有什么想法？没什么想法。如今我也亲眼看见先生穿上这白衫，也没什么执念了。听你这意思是想开了？想开了。徐城隍他们对我很照顾，当初成了阴魂，他们呀偶尔也会让叶巡游带我回去看看儿子。这几年下来，我也看到了我儿将那裁缝铺照看得很好，这心中对阳间亲人也就没什么牵挂了。成，那等你魂归天地的那天，我来送你。那感情好。2位故人相见，自是有聊不完的话。马裁缝从如何被阴差带走，讲到阴司里发生了哪些光怪陆离之事，这城隍庙倒是像2人的叙旧茶馆。夏先生，今儿讲得痛快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您早些回去歇息吧。你去吧，我尚有事与徐城隍一叙。那好，先生留步。慢走，今天叨扰徐城隍了。夏先生客气了，您才解决了我这身上的魔焰，随手相助罢了。我还有些许问题，得请徐城隍解惑。谈何解惑？还请先生入后殿，我命人备了些糕点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徐城隍，您可知当今这世道对于修为境界有何细分？修为境界，境界似乎并无什么细分。若是斗法，也是看谁的道行深，谁的法术妙吧。拿了一块糕点送入口中，
夏宁安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。他未出凡尘前，并没有了解过对于境界的划分。徐城隍，在下还有疑问，您这可有适合妖物修行的法门？妖物修行，夏先生讨要这修行法门，可是为了巴掌河内的大鲤鱼。对，那鲤鱼生性善良，身怀功德力，修炼多年也未曾炼化痕骨，想着找个法门帮帮他。夏先生，实不相瞒，若不是那大鲤鱼身怀功德之力，恐怕我早将其驱离巴掌河。若妖物一旦生性大发，若为村民可就遭难了。那鲤鱼确实不适合继续待在这巴掌河了，所以我才向您讨要法门，让他提升修为，好去那更大的江海生存。先生胸怀宽广，我改日会将法门搜罗起来，给您送到安思小院去。那我就先谢过徐城隍了。小事不足挂齿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要想开车回家有面子，别忘了上瓜子看看。魔头，放弃抵抗，饶你不死！你还不束手就擒？一群城隍也想困住我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自曝金身本源，有意思。那一战后，襄州的城隍们身中魔焰，林佑侯更是自爆本源，使得自身修为大伤。夏先生，老朽想请您帮个忙。有什么话您直说便是。老朽我想恳请先生帮襄州城隍们清除魔焰。此等小事当然可以，城隍是庇护一方的鬼神，如今有难，我自不会袖手旁观。我先替同僚们谢过夏先生。皆是红尘事罢了，有什么可谢的？皆是红尘事。对，皆是红尘事，先生高见。兴旺，爹交给你的事情，到时候可不能出了岔子，这可是咱老金家同大的好机会。哎呀，爹，你怎么变得跟奶奶一样唠叨啊？咱们都来2天了，结果在门口等了那么久，连影子都没见着。小点声，你这小兔崽子，见到先生可把你这臭脾气给我收起来。依今晚的意思，想讨夏宁安这种高人喜欢，不能表现得太刻意，但又不能什么都不做，所以要表露出谦卑，不去主动敲门。到时夏宁安看到他俩等那么久，出于人性的愧疚，也得对他俩好些不是。好小子，难怪那天来向我打听夏先生的事情，这一连2天带着儿子过来，这算盘打的真是在五指山都听到了。爹，今天我们要等多久？坐端这些，这屁股还没坐热呢，你就在这打瞌睡，到时人家一看你这副样子，还怎么肯收你为徒？哎，胡痴儿怎么朝着这边过来了？这2人坐在先生家门口作甚？胡氏自己都没发现，现在他心中所想的事情都能第一时间口述呢喃了。胡痴儿，你来这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这小傻子明明半天蹦不出一个屁来，现在竟然能出言反驳了，莫非这是受了先生指点的原因？哎呀，爹，你打我做什么？人家胡氏没有名字吗？谁让你叫他吃的？赶紧给人家道歉，要不然我还揍你。胡氏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叫你痴儿的。胡氏，你怀里抱的是什么？是拿来给夏先生的吗？爷爷酿的米酒，让我带给先生来着。没想到胡老头比我的动作还快。那你可要白跑一趟了。夏先生他不在家呢。对了，夏先生是爱喝酒吗？爱喝吧，我给他洗盘子的时候洗到过酒杯。你都给夏先生洗过盘子了？对啊，你们在等先生吗？他不在家，我也一起等好了。我跟你兴旺哥在这里歇下脚，没打算等夏先生。近来天气可热些了，你这酒得先拿回去放到阴凉处，要不然可都坏了。毕竟胡氏只是个5岁的稚童，被人精似的金万一忽悠，自然就上了当。爹，我刚才看你眼色的时候，是不是表现得很好？那是，也不看看你老子我是谁。成了，今天就不等了，咱俩再去准备拜师礼。买什么去？买酒。
摆着的都是鲜货，要定做就选木材，自带木材就说要什么样式的东西。嘿嘿，你往哪站不好，非站边。你，赵木匠，许久不见。你是二钱。夏宁安没想到，20多年前赵木匠的女儿求他给自己买家具打的2钱折扣，如今却成了赵木匠心中的代名词。赵木匠，夏某当年买家具折的2钱，你至于记到现在吗？这模样与20年前一模一样，没有一点老去的痕迹，难怪女儿上次跟我说安寺小院里住的是仙人。看老爷，我刚才还指着仙人说是2钱，真是要寿喽。我说老赵，你在嘀咕些什么呢？对不住夏先生，人老了，脑子不中用了，说错话了，有口无心。今儿个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自然是2钱的风啊！先生，您可千万别跟我一个糟老汉计较，您是仙人肚里能装海。哎，好了，当年咱俩的接触也不算少，你看我像是小肚鸡肠的人吗？倒好像也是。以往先生谦卑和善，与我等处得来，那如今我也不应怕先生才是。通透，我今日来想定一把木剑。夏先生，我这可是木匠铺，你若是要用剑，干嘛要做把木的？无论什么剑，合我心意便是最好。不知赵木匠能不能做木剑？但凡能用木材做出来的东西，就没有我赵氏木匠铺做不了的。好，那这事儿就交托给您了。木材就用那一根吧。的，先生，那根被雷劈过，我拾回来只想当柴火。要不您看看旁边的黄花梨，就要那根，外头焦黑，里头是好的就行。成，那道士做出来的剑跟枯枝般脆生，那可跟我赵某人无关。安心做便是，我又不是那种不讲道理之人。有您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木材就不收费了，只见的工费就收先生2钱，如何？成，做好了，知会我一声便可。没问题，回头我做好了，给先生送至院中。那就劳烦赵木匠费心了。不打紧，先生这2钱也总算是让我给赚到了。那日后不会念叨那2钱银了。自是不念叨了。孙婆婆，有2日没见您出来摆摊了。先生，您是？这是又把我给忘了。在下夏宁安，算是老顾客了。夏宁安，哈，夏先生，您是住在安寺小院的夏先生。天老爷呀，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却一点都没变。夏先生这些年去哪儿了呀？见孙婆婆忘记几天前来过的夏宁安，却记起20多年前的他，夏宁安顿感疑惑，透过法力打量起孙婆婆的天地人3魂。天魂和人魂正在不断的翻腾，唯有地魂仍旧保持着浑浊之态，甚至比之前更为晦暗。天魂之浊气下降至地魂，致使过往的记忆回归，近期的更容易被遗忘。这些年在江湖上走了走，走累了，想着您这一碗阳春面，才回这来。有你这话呀，老婆子，我这干了一辈子的手艺，也算是干出了些名堂，起码有人惦念着，不是？先生，慢用。色香俱全，一如当年。如此珍馐，拍张照片记录一下。又换手机了，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16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，春节也正常发货，挺划算的。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，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。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趁热吃吧。孙婆婆，钱放这了。好嘞，先生慢走，有空常来啊。一定。前几日夏先生是不是也来过？这红尘气的衍生条件究竟是什么？夏宁安从红尘气中望到了孙婆婆的身影，他无法理解这特殊的法器触发的条件到底是什么。罢了，当下想不通，总有想明白的时候。爹，今天咱不会又要等着吧？我都打听过了，夏先生昨天回来之后可就没出来过，今天阴雨，咱主动敲门，总是能见着人的。那就好。夏先生，夏先生，有何事？夏先生，还真是您。我是金旺，就是孙婆婆的那个儿子。
外头落雨，有事的话进屋说吧。嘿嘿，会不会太叨扰先生了？无妨，反正已经叨扰了，就不差这一会了。看来我们来的还真不是时候，耽误先生吃早食了。若是有事，直说便可。先生，咱家的面铺始终是20文一碗，上次您留的1两银子实在是太多了。多出来的那些本就是我给孙婆婆的，哪还有往回收的道理？哎，我都跟我娘说了，这两家人如此熟络，夏先生一片心意，改日在其他地方补回来。可我娘不听，硬要我将钱送回来。先生，我看您挺爱吃咱家面的，要不我借用一下伙房，给您下一碗，正好您也点评下，我能不能接我娘的班？不劳驾了，我这早上只想吃点清淡的。再者说，能不能接班，不是我的口味说了算的。我娘说，先生是懂他手艺的人，让您来品鉴是最好的。能否看在我娘的面子上，品尝一番我做的阳春面？对于今晚接二连三抬出孙婆婆的行为，夏宁安是极为不喜。罢了，你若是真想试试，那便去吧。好嘞，先生您可瞧好吧。夏先生，这是咱家酿的汾酒，特地带来给您尝尝。自家酿的，盛有汾酒的酒坛呈深红色，酒坛外表光滑透亮，都能当镜子使。这从哪看，夏宁安都看不出来一点这是自家酿酒的意思。先生，要不您尝尝？不了，这酒我喝不习惯，拿回去吧。先生，是不是我说错话了？您可千万要收下这酒，要不然我爹和奶奶他们以为我得罪了您。放心，起码你奶奶是不会怪你的。金兴旺终究是一个几岁的孩童，没有处理人情世故的本事，套用爹的话不管用，只能闷坐回位置上。吃个白粥配咸菜都吃得那么高兴，先人不是都吃的是山珍海味吗？还有这住宅，除了桌椅板凳和几本书之外，连张字画都没有，一点也不像先人。先生，我来给你送酒了，爷爷酿的。土黄色的坛身，粗糙的泥封，这酒一看才是自家酿造的。怎么破酒提过来一次不够，还要提过来2次？人家连2两1坛的汾酒都不收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不值钱的酒？搬到墙角去，回去替我谢谢胡老丈。先生，他这酒你喝过吗？没喝过。那同样2家的酒水你都没喝过，偏偏我家的不要，却要胡氏家的。你家这酒真是自家酿造的？当然是，我爹向来喜好酿酒，他的手艺可比某些人要好多了。那这酒坛上怎么还沾着行脚商的封签呢？不可能，封签早就被我给抠干净了，哪里还看得出曾有过封签？处理的确实很干净。那你既然是自家酿的，为何还要抠封签？这话落在金兴旺耳朵里，真是赤裸裸的嘲讽。没有颜面再留下的他，一把抱起桌上的酒，朝着外头跑去，完全忘记了想让夏宁安收他为徒的念想。新鲜出炉的阳春面来了，夏先生请用。先生，我儿子去哪了？刚才抱着酒坛子跑了。什么？他怎的突然跑了？是不是他说错话，冲撞了先生？金兴旺刚才非要说买来的酒水是自家酿的。听到这话，意识到事情已经搞砸的金万，只能不断的道歉。没事，我不会跟孩子计较，你们以后也不必费心来讨好我，我不会收人为徒的。那金某就先走了，叨扰先生了。去吧，把桌上的600文钱拿走。爹，这事咱不办也罢，没见着哪个仙人住的那么寒酸的，大早上吃粥配咸菜，一看就苦哈哈的。你见过多少仙人？你说你就算事情被拆穿了，你道歉就是，干嘛跑了？都怪那个胡痴儿，他羞辱我，我没忍住。罢了，走吧，回去好好求求你奶奶吧。孙婆婆如若不出摊，她就会坐在院子里，静静地望着天空出神。奶奶，我回来啦。慢点儿，莫摔着了。奶奶，我求着爹买了你最爱吃的糯米药。兴旺真乖，赶紧去洗洗手，准备吃晚饭了。娘，你咋不叫我吃晚饭嘞？老大不小吧，别整天没个正形，赶紧跟兴旺一道洗手去。遵命。纵然不知自家儿孙为何那么高兴，但只要他们高兴，孙婆婆这心间也是舒畅了不少。饭桌上，这隔了代的3口其乐融融，这种日子已经许久没有出现过了。奶奶，糯米油好吃吗？我特意让老板多放了些甜汁呢。好吃。奶奶，兴旺想求您一件事情。好啊，我就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小兴旺想求奶奶什么事？
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奶奶你也知道，我想读书来着。那安思小院不是回来了一个先生吗？我听您说您跟他挺熟的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跟他说说，收了我这个学生。娘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兴旺那么好学想拜师，要不您老就帮帮自家孙子。兴旺，坐。你实话告诉奶奶，之所以你想拜夏先生为师，是不是因为他容颜不改，许是天上下凡的神仙？好了，我已经知道你的想法了。今晚这铁定是你的主意吧？娘，还是瞒不过您，可我这也是为了咱家好啊，这可是咱家飞黄腾达的好机会。飞黄腾达，脚踏实地，自有福报来。你总是想着投机取巧，这都投机了大半辈子了，你还不够，还非要搭上兴旺。娘，你倒是脚踏实地了，但你做了一辈子的面，又做出什么名堂了？现在也攒不出一个开铺子的钱。我这一辈子做好了面，吃的人都说好，那就是我的名堂。这一点你不明白，旁人也很难明白。至于你说钱不钱的，起码这宅院还有你，都是我卖面的钱来养活的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奶奶，兴旺没求你办过什么事情，只求您帮我这一次。现在连那个胡痴儿都在夏先生家里随意进出了，肯定是他爷爷出面，才让胡痴儿能跟在先生身边。你们已经去找过夏先生了？意识到自己说漏嘴，索性也就不隐瞒的金兴旺，当即将早上拜访夏宁安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。兴旺啊，且不说奶奶没那么大的面子，就是有，我也不会去开这个口。为什么？有些事情强求不得，早上你们已经失败，就证明你与夏先生没有缘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奶奶，求你办这么点小事都推三阻四的，你还不如胡痴儿的爷爷管用呢，记性也不好，让你别出去摆摊你非不听，也不知道你卖个面又能挣几个钱。兴旺，你敢跟你奶奶这么讲话？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看着一脸弥漫的奶奶，他不禁拔腿跑了出去，许是怕被打，许是怕看到奶奶眼中的失落。金兴旺此刻只想逃离。小子，你别跑，回去好好给奶奶赔不是，记住了吗？知道了。娘，你睡了吗？娘，去床上睡吧，别着凉了。你是哪个？甭开玩笑了，娘，我是你儿啊。我儿？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咱家啊，您不会连这都忘记了吧？兴旺，这是你孙儿，你记得不？奶奶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那样说您的。记不得了。夏先生在家吗？夏先生，叨扰您了。夏宁安一眼便看出孙婆婆的三魂正变得浑浊，照理来说，孙婆婆已处于呆滞状态，谁都不认得了，可现在又表现出熟络自己的样子，这问题怕是出在他儿孙身上了。夏先生好，今日又来叨扰您了。孙婆婆，进来说吧。孙婆婆今日怎么想着来找我了？夏先生，老婆子我今日来是想麻烦先生一件事。是收金兴旺为徒的事吗？正是。我这孙子有些顽皮，但还算是机灵。若您觉得他脑子笨，学不会的话，留在身边当个小书童，替您研墨做些杂事也可。先生可否卖老婆子我个面子，收下他？纵然孙婆婆说的无比流畅，但在夏宁安看来，这只是在背诵提前写好的词句罢了。今日这出戏，不用想也知道，就是金家爷孙主导的。这属于孙婆婆的那缕红尘气，突然忽明忽暗的闪动着。到这时，夏宁安已然知晓，孙婆婆阳寿将近了。只是眨眼的功夫，孙婆婆的天地人三魂变得清明无比，再没之前那般阴霾。回光返照。夏先生，孙氏阳寿已尽，我们来带他回去。这声音夏宁安能听到，临近生命尽头的孙婆婆亦是可以。不过听到自己阳寿已尽的消息，孙婆婆的脸上并没有半点异色。夏先生，他们是来接我的吗？能否通融一番，想再做一回面？爹，奶奶跟夏先生在说什么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稍等，这位孙婆婆乃是我的一位故人，不知二位巡游可否通融一番，给她些时间做份阳春面。夏宁安的身份，谢银思算是传得上下皆知，是解决了徐城隍大患的恩人，他们自然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先生。那我等去外头候着。多谢。今晚夏先生有何吩咐？劳你跑一趟，买些做阳春面的新鲜食材来，顺带将孙婆婆的厨具寻摸来，可好？好，我这就去。纵然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但他隐隐间好像猜到了些许，慌里慌张的朝家里跑去。兴旺，你过来。奶奶，怎么了？兴旺啊，奶奶可全都记起来了，撒谎骗人是不对的，知道了吗？奶奶，我错了。既然知错，就跪下吧。金兴旺有些错愕，望向眼前的老人。要知道，这位老人可是从不会对他说什么重话的，今日竟然让他跪下，还不跪？奶奶，我知错了。先跪着吧，等吃面了再起来就是。这一日，孙婆婆的面摊开到了安思小院里头，不少闲来无事的邻里都跑到了安思小院外凑热闹。爹爹，那婆婆做的汤水好香啊，仔仔也想吃一碗。对呀，孙婆婆，我们也要一碗。这街坊邻居的大多都吃过孙记阳春面，自是知道价格，不少人都喊着要买一碗。今晚去跟外头的乡亲们说一声，今天这材料不多，让他们一家人吃一碗尝尝味儿吧，至于面钱就不要了。好嘞，娘。院子外，附近的邻里们搬出了家里的木凳，供大家坐着吃。一群人像是过节一般，在这安思小院外吵得火热。只剩下我们几个的分量嘞。今晚让外头的赶来的乡亲们回去吧，跟他们说声对不住。今晚继续当起了传声筒，对着外头未能吃上阳春面的乡亲们作揖抱歉。今儿个吃不上了没事啊，可这馋虫都把咱给勾起来了，明儿个还能吃上不？是啊。人群一阵躁动，无论吃没吃上的，都在问下一次出摊是啥时候。各位，我这孙记阳春面尚且合大家的胃口吧。哈，孙婆婆做的面好好吃。俺也想吃啊，来碗一部。孙婆婆，下次啥时候出摊啊？不摆了，今日啊，算是孙记阳春面最后一次出摊。娘，你说啥呢？这面你都干一辈子了，大家都还那么想吃，你咋个说不干就不干了呢？底下一众乡亲也是开口挽留，唯有那些个年岁大的邻里默不作声，脸上充斥着难以言喻的神色。大家慢慢吃，老婆子我也有些饿了，给自己弄一碗面吃吃。今晚莫愣在门口了，进来关上门，你也好久没吃过娘做的面了。面好吃吗？好吃。娘做的阳春面天下无双，奶奶的手艺最好了。好吃就成，好吃就成。奶奶，安思小院外，听到院内哭声的邻里乡亲，自然是明白发生了何事。人群中有人叹息，有人抹泪，有人看着手里未曾喝尽的面汤，一饮而尽。我送您。今日已经麻烦先生许多了，老婆子我孑然一身的来，走的时候也想一个人走。孙婆婆慢走，二位巡游慢走。坚定着希望，许床为一纯白的茉莉花。一晃7日过，孙婆婆落葬后，今晚两口便是带上行囊，打算离开这片土地。夏先生，金某走了，我打算出去承接我娘的本事，卖面去。不过您放心，生计的招牌我是不会用的。倘若有一日我重回故土，还望先生一定来尝尝我做的面，看看我那时的手艺能否担得起孙记阳春面的招牌。若有那日，我会来尝尝的。